好了，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先分享两位同学的体会，一位是宋振竹同学宋振竹和李海鲜夫妇俩每天都有分享他说各位老师好，说今天觉知爱的呼吸60分钟，竖立80分钟加60分钟等于2次，一次80分钟，一次60分钟。听老师讲课日行一善呢，听老师讲课因为他在家里面几乎每一天都是在循环的播放两岸施工的一些分享说日行一善，说我能为你做点啥，就顺手捡拾人行道上的垃圾放到垃圾桶，手容功有觉知。那么还有呢，说我错了，说要正面导航，心要回家，这个要改正。每一天分享内容并不多，但每一天都有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日行一善，我能为你做点啥，为周围的人，为这个社会他的先生李海鲜老师呢，他分享这样写的，说感谢各位老师今天锻炼富贵婴儿，说爱的竖立等90分钟加90分钟，说爱加我错了鞠躬早晚各5分钟，蹲墙那个婴儿蹲呢，像婴儿蹲下去5分钟，说爱的呼吸晚上胎儿睡眠，说日行一善，我能为你做点啥，也是一样，顺手拾起小区路上的垃圾放到垃圾桶，手容功有觉知。说我错了，说施工人员施工的工人在窗外往楼墙面喷涂料，自己在家中竖立，就感觉有点吵这括号有个惯性那觉知当下正是锻炼的时候，觉知当下正是锻炼认知嘛，正是锻炼的时候，心就往回走，心回自己身体的家，说慢慢的心就回到了背景那个家，那个安静那个家上去了。说此时就自然生出了什么一种感恩的心了，感恩国家出钱为旧小区改造利民的这个好政策，身在福中，同时呢也祝福工人工作平安，身体安康，就回到了什么？回到了觉知的模式。开始是惯性模式，认知模式，最后到觉知模式。说遇事要内求，心要进一步的静，这个还是需要改正说这个躁和怨的状况，这一天有躁，一天中大概有1/10可能比较工作中事情多比较急，但是没有怨，这很好就是包括还有几位同学每天在群里分享，都有这样一个内容，叫日行一善。所以今天要分享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带着善意出门。带着善意出门，我们前面讲了，说锻炼的时候你往这一站，或者一打坐，那么你这一站一打坐一练安静，这个安静呢，它不是说冷冷的那个安静，它底下你往这一站桩一锻炼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本底，一个背景，或者说你个初始的那种状态，那是什么呢？那是善，要带着爱的那种，是温暖，是善的那种感觉。就这种感觉不需要说用想出来，它内在它就是。是每个人是人之初性本善，你是性空也好，善也好，它是空，你也点了一种善的那种觉知。就我一站桩，本底是善的，而不是说刚吵完架，刚生完气之后，你们这样气哼哼的，不是这样。淡淡的喜悦，淡淡的慈悲。就你站桩锻炼，要带着善去锻炼，带着善的那种感觉锻炼。那今天要分享出门，这个话题叫带着善意出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出门并不是就是说我出门出去了，这个出门也是一个比喻就是说我出去从我人和周围的世界，说物我要交接的时候，你出去了嘛，到外面和外面世界交接，跟人打交道，跟事情打交道，跟各种大自然的环境打交道，我都带着善意，带着这个善意出门。那你带着善意出门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变得不一样。我跟大家举一个很简单我自己一个亲身体验有一天早晨我出门的时候呢，我现在住的房子是23楼从楼上总共好像有32层楼吧，这个栋楼。我一进电梯，里面有一个妈妈，有年轻的妈妈，还有一个小孩我看应该还没上小学，但是上小学刚上学这个样子。这个妈妈那个小姑娘那小女孩，妈妈就在训她。
训他，我听的大概的意思，可能我进去之后说的就少了，大概意思就是小朋友可能早上太拖拉了，现在这么晚才出门，你还哭还干什么，还在这样。还有一进门的时候呢，我一进电梯门的时候，一进去之后，哎，电梯门一关上，我一扭身就看到他们了，看到那个妈妈了。那妈妈看到我之后呢，哎，我冲她就点头一笑，我说你好，就很自然的问了一声早上好这样的，一下。然后我看一下那小姑娘，当我一问你好的时候呢，就这位年轻的妈妈，哎，马上也很有修养，马上就哎呀你好你早上好，哎，她这一说早上好的时候，她自己自然就笑了嘛。跟我一说话，面色就跟刚才训他那个女儿的那个状态不一样了，一下子就柔和了，就面带笑容了。哎，那个小女孩，我看也真是很聪明哈，就马上趁这个机会一下抱着妈妈的腿了，一下抱着妈妈腿，哎，妈妈一下子软了之后，就摸着她的头啊，没事了，没事了，哎，缓下来了。缓下来之后，这妈妈也不训孩子了，孩子你帮他擦眼泪，孩子也冲妈妈那笑，哎，一顿时就那个状态就变了。那怎么变的呢？可能如果说没有人，比方说我没有去上这电梯，没有碰到他们俩，那么从这个电梯上下，妈妈可能一直得训这个小姑娘，可能这一路像幼儿园也好，上小一路都得批评她。哎，只是很简单的，就是带着善意的这样一个问候，早上好啊，这善意的问候，哎，马上就变了，这个情景就变了，就好像这个善意它是可以什么，可以传染的一样，从我这儿可以传给你一样。哎，你传过去之后形成了共鸣，共鸣之后，哎，妈妈这一变，孩子就跟着变了。我相信这孩子一天他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就想啊，就是善意啊，表达善意不需要一个宏大的一个叙事，宏大的一个计划，说怎么样去做一件善事，它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能够带上的最亲人的、轻盈的，也最有力、最强大的一个行李。你出门可以背这个包，带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我觉得一个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一个行李是什么？善意你得带上。无论是就出家门买个东西、买个菜，或者到干点取个快递，或者你出远门，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说你到另外的国家，我们需要带各种各样的行李，但我觉得很重要、最根本的一个行李是什么？那就是那个善意。我带着我的善意。你带着善意，你就变得不一样了。你变得不一样了，整个世界也变得不一样。大家想一想啊，其实善意这个本质啊，善意它并不是说我带着善意出去，我就要给别人付出。它不是一个额外的付出，它是什么？这种能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这个善意也不是你是老天爷一瞬你就有了，你就有了。他不是说需要说我如何就要去奉献，怎么样去轰轰烈烈的一个奉献，一个伟大的壮举，他就要善意，不是这样，而是什么？能看见并回应他人的存在，或者看见并回应周围世界的存在。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哎，看到这个人，你有这种内在出来的这种感觉，哎，这个善意，那怎么去表达呢？从眼神去表达善意，眼神中的善意。你看一个人，别人跟你说话，哎，善意的看着别人。你周围看到一个人，陌生人也善意的一个目光。因为你带着这个善意嘛，随时他就可以出来。你听别人讲话，耳朵里带着善意，哎，认真的什么呀？倾听，先不评判，先不打断，先不批评，先不什么呢？不表达我的看法，只是倾听，这是很非常高级的善良。那个不善良什么的，别人说话马上打断了，你怎么的？就认真的倾听，这本身你倾听的这个态度，你就在表达善意。我们发现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别人说个什么啊？不是，别不能，那别不是你这样，别人还没说完你就把人打断了，那你那个善意就没有了。你只是表达什么呢？我自己我要想说什么，说耳朵里是这样，那言语上不也如此吗？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伤人，还是滋养人？是打击别人，还是鼓励别人？
是粉饰别人还是欣赏别人？这个嘴里面，哎呀，你得带着什么？带着善意。言为心声嘛，那言不就是你心意的表达吗？言中出现的什么意，就是你心中有什么。哎，我带着善意。那么行动中更是这样了，一个小小的举手之劳，帮别人开一下门，小小的别人帮别人检视一下，扶别人一下，这是一个很小的善意，你出来了。那么这个善意从你这儿出来了，好像到了外面了。那么从外面还有返回来，善意是会回响的，是会回响，温暖世界，同时也温暖自己，它是往两头走的。这个善意不是在往外出，它同时往里面去滋养生命的。当你选择了善意的时候，你就选择了什么？选择了正气，选择了消除戾气，选择善意，你就减少心中的戾气，增加了平和和幸福的感觉。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你有善意的时候，身体里面你会感觉到，哇，有一股正气就起来了，有一股正气起来了。我们锻炼嘛，我们站桩，你往里站，你有善意，哎，你会觉得你这个善意哦，好像涟漪一样波及出去了，波及到整个周围的这个世界，好像周围的人也都在你的善意之中。就像前面分享的一树有情，就那个树是有情谊的，是有爱的。说人修炼要有修炼的要有情有爱，这个情不是儿女私情这个情，慈悲之心，慈悲之心。所以带着就是这个善意出门你每个人你都是可以这样做的。当每个人都是带着善意出门，那你在家里本身就是有善意。你出了门之后，在这个街道上，这个社区里，你想一想，是不是就充满了善意？就充满了善意，就变得温暖和谐，这个社会就变得美好了。真的是这样。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出门都是汽车，外面是钢筋水泥，就这个世界好像是一个冰冷的物质世界一样。你缺少了善意，那就是一个冰冷的物质世界了。只有每个人每一天都应该怎么样？就告诉我们自己，从出门的那一刻起，其实不单单出门了，就是我们要出去，就这个精神要往外物我交接的带上善意。你要带上善意，就像带上手机和钥匙一样，那就好了。你看现在一出门，就我手机带没带？我手机带没带？到哪去一看，首先要检查我的手机，检查我的钥匙。现在甚至手机比钥匙都还重要了。现在钥匙有时都不用带了，密码了，那手机你一直都得带着。你不带手机，觉得是魂不守舍，觉得好像缺少一点什么一样。那我们真的应该注意身上那个正气呀，那个善呀，那它比手机不知道重要多少了。大家说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说每一天一出门带着善意出门，就像比带着手机还要重要一样，哇，那就不一样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们可能不能够说，说我们不一下子就把整个世界通过善意就改变了，但至少可以什么呀？改变你的小世界。一个人不可能说通过有善意把整个世界都改变了，但我想，只要有善意，这个人的世界就改变了。大概想是不是这样？你先不可能说我一个人有善意，整个世界就跟着改变了，但是你的世界一定会因为你的善意而改变，这是一定的。善意它不需要说你我得费多治病，说我费多大的劲，我多赚多少钱，我才能有善意，有这个善意才能够去帮助别人。不是这样，它是日常的，每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的。只要什么，你有这份觉知，只要是你愿意，只要是你愿意。
就在你每次带着善意出来的时候，你就好像在干什么呢？就好像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做一个唤醒的工作。你的善意，我虽然不能够马上改变世界，但我总是个提醒世界，这个世界是可以变得美好的。提醒这个世界，提醒周围世界上的人，这个世界可以这样，人是可以这样说话的，人是可以这样做事的，人是可以这样倾听的，人是可以这样行动的。我可以选择善意，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别的，但你终究你会发现，当你选择善意的时候，一定会让你的生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所以，慢慢的，你就会唤醒你身边的人，唤醒周围的朋友，唤醒周围的人，也一同干什么呢？带着善意出门，带着善意出门。所以我们良安社工讲中国传统文化，讲锻炼，练修这个命，还要修性，性命双修。所以我们讲安静讲了一段时间了，练着安静，但我们又不能忽略了什么呢？这个爱，这个慈悲。其实这个爱和慈悲，当你真正很近的时候，回到你心本初的那种状态的时候，那个善呢，自然会流露出来，善自然会流露出来。当我们真正用心去行善，那么就行的什么呢？心中毫无杂念，没有贪嗔痴慢疑，没有怨恨恼怒烦，没有杂念，你也变容易什么呢？容易进入静的状态。所以性命是双修的，你单单修性不可以，单单修命也不行，两者双修，共同的互相滋养，它成为一个整体，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你单单有一面的话，就成个瘸腿了；两边都合到一块儿，那就成个整体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因为已经有同学一直在这样做了5、6年了，每一天就在做日行一善这样的活动。自从我们上一次最早那次提倡这个日行一善之后，就有的人一直在坚持做，那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做这干啥？但有的人就什么我就傻乎乎的这样去做，但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傻乎乎的这样的坚持，反而是一种最智慧的选择。大道至简呀，最智慧，我就这样去做就好了。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练啊。好，安静啊。安静，就你往这一站，我带着善意，那个善作为我一切锻炼的基础。就我在哪儿锻炼呢？我是在善意中锻炼的，我有一个善意。如果说你锻炼是在一个场中的话，那我就是在一个慈悲的场中锻炼。这个慈悲场从哪儿来的？心中出来。脚分开成后8字。你是在善意之中。两臂慢慢前抬，你可以体会，胳膊是空松的，
但是内内外外、里里外外都充满着善意。你的身体也充满着善意。站在这儿，你甚至觉得站在这儿就是善意站在这儿的。这个空间，我这个人形的这个空间，它就是一个善意的空间。在这个善意的背景中，心息相依。
心气相依。只要你安静下来，真正进入安静的状态，你站着就轻松了，好像时间过得就快了。不知不觉就站了1个小时了，快。头脑是停止的，你站在这儿是在这儿休息。神气是藏在丹田深处，站在这儿是真正的养神、养气、养生命。大家自己照顾好自己，自己安排自己休息。休息的时候，也是带着那种善意，让善呢成为我们生活的本底底色。安静